не знай. Деревенская Катя-пастушка, и понравился ей укротитель зверей, чернобровый красавец Андрюшка. 那我们现在来到了伊尔库茨克。伊尔库茨克这个城市在西伯利亚这块土地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都市哦，人口大约呢有60万人。这个在西伯利亚这样子的人口啊，已经算很多喽。那位于西伯利亚地区的重要都市伊尔库茨克的首府啊，距离莫斯科有5000多公里啊，铁路距离啊，算不近哈。位处于东亚以及中亚之间，贸易的往来使得这个都市的人口呢，一直以来呢，上上下下就是这样，差不了太多哦。那曾经有最辉煌的时候啦，在16世纪就开始有人在这边定居，从事的呢都是贸易，与这个西伯利亚的土著做毛皮的交易。因为当时的俄罗斯政府已于当地啊设这个办事处，负责收取这个毛皮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所有在当时侵略其他国家或是占领殖民地的国家，他们最常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收税啊，收税金嘛。那当然，后来慢慢的跟中国人进行交易，木材毛皮的换取中国的丝绸茶叶。到1900年，这个地方被赢得了一个很美丽的称呼，叫做西伯利亚的巴黎。10月革命后，俄罗斯的内战爆发，伊尔库茨克成为许多激烈冲突的场所，所以这里历经了不同的文化，也历经了战争。伊尔库茨克科山圣母教堂讲述来自天堂的故事啊。伊尔库茨克乃至于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最华美的教堂，据说在整个俄罗斯仅次于莫斯科的瓦西里大教堂跟圣彼得堡的第一血大教堂，它叫做科山圣母教堂。这里标准的东正教，在夏季西伯利亚灿烂的阳光照耀之下，如同童话当中的城堡，非常具有视觉的冲击力。从这一点，你是不是可以看到西伯利亚一年四季各有各不同的美景呢？我们现在来到了塔利兹木造民俗建筑博物馆。哇，这个名字念起来有一点绕口啊，但是没关系啊，其实它的重点呢就是什么啊？就是在介绍这一个地方的木造房屋。这里的木造房屋其实跟着这里的气候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哦。原汁原味古朴的木屋，跟伊尔库茨克不远处便是塔利兹民俗建筑博物馆。这里每天吸引的很多的俄罗斯人来这边旅游，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传统的木屋在俄罗斯现在不常见了。这种俄国民族文化对他们来说有高度价值的意义存在。在这一个博物馆呢，建在1969年，当年是为了修建伊尔库茨克它的水库，所以呢，许多地区将要淹没，于是把一些俄罗斯的传统木屋呢，那专播搬到这个所在来，所以今天你才能够看得到这么特别的木造房屋，很有历史哦。这个博物馆位于贝加尔湖畔的道路之上，在这里占地67公顷，超过了40个建筑物跟8000个展览品，具有非常高度的价值。这里展示的是俄罗斯人跟布里亚特人居住跟生活的真实写照哦。在这个
里面，所有看到的一切呢，都是呢原始要被淹没掉，而原汁原味的搬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在这边你看到的是最原始、最传统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呢，它让你知道俄罗斯木造建筑技术。俄罗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木造房屋呢？很大的原因跟它的地理位置有关呢。它很多的房屋的木头都是就地取材啊，所以呢，在还没有砖造房屋之前，其实大部分都是木造的房屋，大家都在木头房子里面生活着。我们来到这边就可以看得到他们如何在这里面生活。而最厉害的是它的木造教堂，有时候是一根钉子都没有用，全部用卡榫了。所以你看看，代表了乡村农民生活的木造房屋，大约在西元1000年左右就已经出现在俄罗斯这块土地喽。更厉害的是，在这些木造房屋当中呢，只要家里面稍微有一点存款、有一点钱的，他们就想在自家后院呢盖一个礼拜堂。那的 mentally 啊，但是呢，教会为了要管理日渐增加的人口呢，还是会希望呢很多人到教会来点名。你看这个就是小教堂啊，就是小教堂啊。所以通常有钱一点的庄主呢，他就一定在自家就盖了一个小教堂啊。但基本上一个城镇里面还是会有比较大一点点的教堂。这个教堂呢，就方便所有的人民呢，在假日的时候呢，在做礼拜的时候呢，一起到这个教堂来啊。你看这些房屋，你注意去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基本上他们不太用钉子啊，基本上呢，用的都是卡榫，全部都卡上去啊。而中等收入农民的住宅呢，用这样子的木头房子抵挡冬天的寒冷啊。木头的确是保暖性非常好的材料。不然你想想看，在西伯利亚这边，它的冬天的气温都可以达到-20度以下。一般的砖造房屋，你用普通的厚度，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抵挡西伯利亚的寒冷了。那有钱一点的呢，他就2楼、3楼的盖上去；收入少一点的呢，就是1层或1楼半啊，用这样的方式啊，进去到里面，我们刚刚可以看得到他们所有的生活器具、农耕用品。还有其他的木造房子，有高有低，有教堂等等呢，这些都是可以到地里体会到俄罗斯的建筑。你看，现在很多俄罗斯当地的导游啊，就西伯利亚这边啊，他们都抢着学什么？学中文啊。为什么？因为他必须应付越来越多的中国观光客来到这个地方啊。那毕竟呢，有时候你用英文去讲解，你想想看俄罗斯人去讲英文，中国人去听英文，或亚洲人去听英文，用的其实都不是自己最熟悉的语言，我们都是共同去学英文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情况来讲呢，英文当然是作为一个国际语言，但相对的，它就没有办法比较深入到你的民族性的语言去。Откуда несся буйный вал, не спрашивай, не знаю. И что мне ветер напевал, сама не разгадаю. Во мгле кружилась голова, и вся душа пьянела. И кто мне губы целовал, не знаю, не глядела.
пастушка, и понравился ей укротитель зверей, чернобровый красавец Андрюшка. 你看很厉害哈，他在这里面介绍这个生态啊，贝加尔湖的生态馆啊。那我刚刚前面有提到的，你看他去讲国语，当地的导游去学国语，是不是用国语来跟我们讲，总比用英文来跟我们讲还要来得有亲切感啊？我们也比较听得懂，是吧？啊，所以现在当地的会讲中文的导游，哇，那个收入是2-3倍的翻啊，比会讲英文的赚的还要多啊。贝加尔湖独特有的水中生物，跟世界上其他古老的湖泊不一样啊。贝加尔湖没有被沉积物所填满，也没有变成沼泽。科学家相信，这是由于湖底的地板块仍然在活动啊。湖底反而一年比一年还要深啊。这些移动当中的地壳板块，也使湖底喷出一条条的热水柱。所以呢，我们在游览贝加尔湖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湖水异常的清澈啊。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水面以下50米的东西，视野非常的清楚，仿佛这个船底下呢不是湖水啊，而是什么 air 空气啊。那湖内也有许多微小的甲壳类的生物啊，那这些呢，他们把它叫做水藻啊，跳蚤的藻。这些水藻呢，就像过滤器一样啊，会令水质变得浑浊的水藻啊，藻类的藻跟细菌会被这个水藻一一的吃掉。所以因此呢，这个湖水呢就变得晶莹剔透。另外一个工程就是湖里面呢有许许多多的小龙虾，那它们呢会四处游走，你刚刚有看到了啊，把水里面一些腐烂的有机废物通通都吃掉啊，所以呢湖水才会这么干净。10多年前一次收集湖水样本化验时候，玻璃试管的清洁程度呢还不及湖水，反而把湖水样本污染了。那你就看看这个湖水有多么不得了的什么干净啊！哇哦，利斯特维扬卡鱼市场，在这鱼市场当中，你知道这个小市集可以看得到贝加尔湖特产的白鲑鱼，当地的做法，这个叫什么熏鱼啊，100卢布一条啊。那你可以买完拿上去旁边的楼上的酒吧，在酒吧里面买这个烘吧、叉崩啊，配这个鱼啊一起来吃，再点上一杯伏特加或点上啤酒啊。在这边，他们对鱼的料理啊，熏、腌制啊，拢是安呢搭回啊。为什么哦？因为在这边，在老外他们的饮食方式跟我们台湾还是不太一样啊。我们这边在吃鱼的时候，一定要新鲜、活跳跳啊，要会动啊，不动还不吃啊。但在这种地方啊，尤其是进了冬天的时候呢，他们的粮食会非常非常的缺乏，所以呢，他们养就他们民俗不同的饮食习惯，就很多的东西不是腌制就是烟熏。为什么？这样才能够呢，漫长的冬天能够抵挡得过去啊！而且那个时候整个冬天，外面也是变成一个大冰库一样啊。在这儿附近呢，也就是贝加尔湖畔，而贝加尔湖的大门就被称为利斯特维扬卡。这个地方还有其他的包含了松子啦、鱼子酱啦、淡加龙贝舞哦，你看看头前这个就是贝加尔湖啊。来到西伯利亚，几乎我们会一直不断的就围绕着贝加尔湖做旅游。而贝加尔湖它最大的特点也就来自于呢，它不断的会怎么样啊？会告诉你呢，它有冬季的美、春季的美、夏季的美，各式各样的美都可以看得到啊。那我们现在就是来到了贝加尔湖。那我们这一趟来的时间呢，算是春天吧，算是春天，所以感觉呢还不错啊，感觉呢也很特别。那在这里呢，湖岸延绵约5公里的山谷里面呢，传统的小木屋布满了小镇，这个地方就被称为贝加尔湖大门的落叶松小镇，就是我现在所处的利斯特维扬卡这个地方啊。那
这里呢还有一条俄罗斯最短的联邦公路，叫做贝加尔湖公路。这条公路是50年代时为美国总统艾森豪计划访问贝加尔湖突袭而4个月就把它盖好的。而修好路的时候呢，美国跟苏联呢产生了矛盾，艾森豪却来不了，人们依然把这条路称为叫做总统的路啊。那在这里呢，18世纪下半叶就已经在记录当中记录了这一个小小的城镇哦。在这个小小的城镇旁边有很多茂密的森林，很多的白桦，还有松树，秋天更是一片金黄。所以我说它一年四季各有各不同的色彩。这小镇大约有2000多个人口啊，在这里面可以看得到湖岸旁边渔民最纯真的方式，而前面的贝加尔湖其实冬天是会结冰的。那冬天一结冰呢，雪橇、滑雪、夏天湖畔骑马，冬天的冰钓，还有呢，看看全世界最特别的淡水小海豹在这里，还有这里特产的鱼叫做奥姆鱼，在这边贝加尔湖景色跟这个贝加尔湖的南北线不太一样哦。这冬天在这里也可以稍微看得到蓝冰，而这个地方也是很多来贝加尔湖旅游会驻足、会停留、会住宿的一个点。贝加尔湖储存了世界淡水资源的20%，是世界上最深跟蓄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在冬季，湖水冻结至1米以上的深度，历时4到5个月，但是湖内深度的温度却是一直保持不变的，大约就在3度多。湖水的最大透明度来到了40到50米之间。大量的族类动物使贝加尔湖具有自体净化功能，就我前面介绍的就是那一些水藻跳蚤的那个藻它会吃掉里面的一些细菌那这个水质非常非常的好，只需要滤掉水中的浮游生物，基本上这里的水都可以开开来的直接啉落呀。而每一年的1月到5月，湖面会风冻，释放潜热，减轻了冬季的酷寒；而夏季的湖水解冻，则大量的吸热，那降低了整个贝加尔湖炎热的程度。所以你知道，你夏天来贝加尔湖玩，那个气候非常的棒不会说热到受不了因此有人说贝加尔湖是一个天然双向的巨型空调机就是呈现气温很低，但体表感觉不是很冷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刚刚前面有讲了就是在冬季的时候呢，虽然这个贝加尔湖的气温呢降到了零下30度，但是呢，因为它的这个整个封起来呢，然后减轻了冬季的酷寒，所以它这个冰上常常会有一层雾气而带来一点体感温度没有那么冷，这样了解的所以就是讲白一点，有时候讲冬暖夏凉，但是又很怪因为它还是结冰的所以贝加尔湖
它拥有的很多特别，尤其是这个到了冬天哦，平均气温都在-20度以下啊。在这里，你知道吗？听很多人讲，夏天看到西伯利亚整个风景呢很美，你会在这边赞叹与感叹，哇塞，原来世界的土地这么大，西伯利亚这么大。那你知道，听说到了冬天，那感觉不一样哦。感觉呢，一看到这边，好像在一个孤独的星球一般，整个冰封的大地，让你那种萧瑟、银白色的世界，好像天下只有我一个人那种感觉。所以啊，这就是我说的哈。那你知道，到了春天的时候啊，秋天的时候，整个山的白桦树全部都黄了，也红了，所以一年四季它的景色都是这么吸引人。近年来在台湾被西伯利亚越来越红，但是呢大家领略到的还是它的春夏之美，还是比较少人去领略它的秋冬之美啊。希望下一趟我们有机会能够更详细的介绍一年四季不同的西伯利亚。Walk with me. Let's leave the past behind. Walk with me. There's something else we need to find. Say you'll go, don't make me wait. There's no need to hesitate. Let's make footprints in the sand. Let's make miracles. Come hold my hand. Let's find something new, me and you. Blue is the sky, like the color of your eyes. Blue is your heart. It's been like that from the start. Say you'll stay till the morning light. I'll help you through the fight. Let's make footprints in the sand. Let's make miracles. Come hold my hand. 是建小门部房，对吗？他们建筑的在这种的那个帐篷。这是他们住在这样的帐篷，因为是他们会他们不会一直在一个地方。有木在上面，他们有空的位置，看到了吗？所以如果有那个在里面有那个火，所以烟会出去。对。然后是也有以前是不一样的人，但是也有 Like the color of your eyes. 也是以前住在这。 Blue is your heart. It's been like that from the start. Say you'll stay till the morning light. I'll help you through the fight. Let's make footprints in the sand. Let's make miracles. Come hold my hand. Let's find something new, me and you.
手要这样，那个右手是这样的，这样在膝盖上，右手这样在膝盖上。把次序。所以他希望你们希望你们好的家庭和孩子。 Let's make footprints in the sand.